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一年以后，你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你们会有哪些改变啊？会收获到哪些成就？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觉得第一组牌抽到的女皇呢，一年以后的你们应该已经是有能力去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了。因为女皇她在塔罗里边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就是一年以后的你们可能会比想象当中要更富有。当然，女皇她也代表的是一种彻底的独立啊，不依附于任何人啊。这种独立不仅仅是财富上的、物质上的独立，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独立啊。当然，这个过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们可能在实现独立的过程当中会吃很多的苦，会有一些问题反复的困扰和折磨你们。但是在一年以后，你们会彻底的解决它嘛？所以女皇它代表的是一种完全成熟的个体，自洽且自主。而且呢，你们越是独立，越不依附于任何人，你们在人际关系里反而越受欢迎。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内核和主体性。所以一年以后，要么你们就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独立的个体，要么就是你们可能会在一个项目当中担任一个领导者，或者说意见领袖，会拥有更大的责任、更强的能力，可能还会游走于不同的人脉圈当中啊。这毫无疑问会让你们背负更多啊，但是你们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者，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么第二张牌逆位的恶魔啊，我觉得一年以后的你们反而是能够沉下心来啊，不再像以前那么浮躁了。就是你们自身的实力和能力的提升，反而会让你们变得更加谦逊和低调，不会像以往那么张扬，反而能够收获到一种内心的平静，能够很客观的看待自己的欲望。而且逆位的恶魔呢，我觉得一年以后你们是不缺少这种物质层面的东西的，就是一年以后你们会拥有你们想拥有的那种物质层面的财富或者说资源。但是当你们拥有了之后啊，你们整个人反而更从容、更松弛和更平静，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欣喜若狂，反而是你们在拥有了一切之后，会对这些东西都看得更淡然吧。力量牌呢，我觉得你们是在经历了一个，就是内在自我的一种长久的周旋吧，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微妙的平衡。因为力量牌它强调的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啊，你们内心当中有力量，而不会咄咄逼人，反而会把自己的棱角收起来，变得平静且克制。所以说，一年以后的你们在情绪管理的这个课题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而且呢，我觉得你们在事业上面啊，一年以后会有一定的成就，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能够让你们在物质上、经济上，包括精神上都实现一个相对不错的独立。宝剑七呢，其实就是你们在这一年当中啊，会经历很多的事情，而且呢，也代表的是你们可能一年以后要做的事情啊，它是有一个信息差的，你们能够接触到一些别人接触不到的信息，所以说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可能是不能够说出去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的，它涉及到一些保密性质的工作或者说信息。权杖一呢，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啊，你们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啊，可能就是有某个贵人会给你们抛来橄榄枝，你们通过这个机会接触到了一些你们之前接触不到的信息资源，从而有一个大幅的人生的飞跃和发展。而正义牌呢，我觉得是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啊，可能说有一个问题或者说纠纷会得到解决，而且正义牌我觉得是有人会给你们主持公道的感觉，就是你们之前在某件事情当中一直遭受着某种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说你们没有得到你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啊，所以正义牌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你们会陆续的得到或者说拿回你们失去过的东西。第偶人的正位啊，我觉得这张牌的指向很明确，就是你们在一年以后会摆脱某种束缚和枷锁，或者说从某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走出来，重获自由啊。而太阳牌其实它也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面意义的，就是从某种阴霾、至暗时刻当中走出来啊。太阳牌其实给我一种真正的成熟，它不是走向复杂，而是重新回归天真的感觉，重新变成小孩子，会被简单的快乐所打动啊，会重新的爱上生活，会变得
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且容易知足，更容易体会到那种生活的琐碎带来的幸福感吧。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第二组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抽到了3张风象特质的人物牌，宝剑国王、宝剑骑士还有宝剑女皇啊。所以我觉得，起码预示着2个方面啊。第一，就是你们1年以后从事的工作啊，大概率啊，它可能是会和思维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交换，资源的整合，还需要某种很强的技术才能够胜任的工作啊。所以说，在这1年当中，你们大概率是会把自身已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且风象特质的牌呢，说明你们自身很擅长于权衡利弊，很擅长于收集信息，趋利避害，提前的做出一些决定和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是会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式和策略去行动的。而且风象能量的牌呢，我觉得你们是很擅长于提前做出判断的，就是你们能够提前的看到一些发展的大趋势，并且做出一些准备。所以说，你们会在某个方面具有某种先发优势，因为你们提前看到了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本质啊。而且风象能量的牌，它有一种看破不说破的感觉，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们会看到它的本质，或者说发展趋势，从而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种方式，会提前远离一些危险的，或者说陷阱，提前布局一些事情。所以说风象能量的话，我觉得你们在这1年当中会大量的做减法，这个减法其实是聚焦于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剔除那些无用的东西。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精简的背后，凝聚着你们大量的思考啊，在很多事情或者说方法论上面，你们会有一个集中的优化。所以说这3张风象特质的牌呢，我觉得在1年当中啊，可能也是具有风象属性的贵人能够帮到你们，他们分别是天秤、双子和水瓶。也就是说，风象能量的贵人啊，在这1年当中对你们事业运势的提升有非常明显的帮助，或者说推动啊。星币4的话，我觉得在1年以后啊，你们在物质层面上是非常富足的。星币4就是1年以后，你们可能已经拥有了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或者说你们抓住了某个商机，跟上了某种时代发展的趋势，从而拥有了一大笔钱或者说资源。而死神呢，我觉得就是1年以后的你们和现在的你们其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为你们现在就处在一个人生的分岔路口上。这1年以后，你们的人生可能会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啊！但是在这之前，你们可能会经历一段漫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也就是说，在这1年的时间当中啊，你们就能够彻底的翻身。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你们的人生啊，在这1年当中会非常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死神其实也暗示着某种脱胎换骨的改变啊，而这张愚人的逆位呢，其实是彻底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它更像是一种选择吧，知世故而不世故，遭遇过生活的黑暗面，但是依然选择善良和明亮。而且逆位的愚人，他有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啊，但是你们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说，逆位的愚人就是你们在这1年当中，你们在心态上面会更加的成熟且稳重。既天真又成熟，既温暖又冷漠啊，既疏离于人间又热爱人间，既出世又入世啊，融合所有的2元对立，成为一个圆满的存在的感觉啊，成为一个就是拥有不同的面向，成为无限的自己，用不同的面向去应对不同的场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逆位的权杖10，我觉得1年以后的你们整个人会变得更松弛吧，或者说从某种枷锁重压之下走出来。逆位的权杖总给我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啊，逆位的权杖10。然后圣杯侍卫的话，我觉得在1年以后啊，在整整1年以后，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1年的那一天，圣杯侍卫会有一个人给你们发来消息啊，这个消息会很重要。这个人啊，水象能量的圣杯侍卫也是对你们人生很关键的一个人啊，在1年以后你们就会收到这个好消息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侍从啊，我觉得1年以后你们的身份可能会成为一个类似于信息交换的枢纽啊，比如说中介啊，或者说促成合作的某种桥梁。也就是说，这圣杯侍卫你们是负责收集信息的，或者说把一些资源整合起来打包出售啊。这意味的是你们在事业上很有可能会找到或者说发现某种新的商机。找到一种全新的赚钱方式，而权杖2呢，它意味的是你们在1年以后啊，会远远比你们现在要更忙碌啊，有一种一个人身兼多职的感觉啊，同时在负责不同的事情，而且权杖2也意味的是你们可能会同时去做2件不同的事情。第3张牌死亡啊，我觉得在1年以后的话呢，死亡它代表的是某些事情会得到彻底的终结，或者说，你们会彻底的放弃某件事情，开启全新的人生。就是说，1年以后的人生变化之大，可能会超乎你们的想象啊。这个死亡它也有一种重生的含义在里边。然后月亮牌，我觉得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年啊，你们的这种变化，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可能是你们的思维或者说某种意识形态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啊，产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转变。而且这张牌也暗示着在1年之后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问世。宝剑10呢，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转变吧，一个蜕变啊。这种进步的代价就是你们是要必须放弃掉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承受一些痛苦，甚至是伤害啊，不理解。但是这种代价呢，或者说这种苦难啊，虽然没有必要去赞美它，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得到一些经验、教训、一些阅历和成长。所以说，在这1年当中，我觉得你们真正得到成长的是你们能够学会从苦痛当中去回收能量啊，然后穿越这种苦痛，不断的通过自我疗愈去成长。有一点像是那种先把自己打碎，然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去努力的获得你们自身人格的发展，去激发你们本能当中已经拥有的，不断的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自己。然后你们的改变会改变你们的外在关系，接着你们所期待的美好啊，会变成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啊。所以说宝剑侍从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主动的去开启一个人生的新篇章啊。可能有人会在这1年当中去养一个小动物。可能说这个宝剑侍从也暗示着某种内心的力量正在萌芽吧，它有一种念头逐渐的开始增长，然后你们会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念头去做出行动和改变，继而改变自身的命运啊。那么圣杯骑士呢，我觉得会有人在这1年当中遇到自己的人生伴侣，或者说一生的合作伙伴啊，结交一个挚友，或者说你们在这1年当中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个对标，就是你们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你们会去追随他。所以说我觉得圣杯骑士呢，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你们会去和某个人建立一种非常深度的良性的健康的关系，并且通过这种关系它能够治愈你们，能够激发你们自身内在的这种力量。而且这个人他是有很强的水象能量的，可能是水象星座，比如说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你们会在这种深度的关系当中体验或者说获得更多的美好。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骑士啊，宝剑骑士还有一张高塔牌啊，我觉得它都是你们在这1年当中可能会向某个目标发起冲锋，它是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决心在里边的，会定下一个目标并决心为此而耕耘。而且你们的这个事情的开始源自于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不成熟的想法，你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想法它是否能够改变你们的命运，但是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声音在推动着你们做出某种改变，就是一开始你们其实硬着头皮要去做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伴随着一些不理解甚至是阻力。所以说在1年以后的话，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正的改变是你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想法和念头完成了或者说提前的实现了某种目标，这个时候你们会感谢1年以前的你们去做出的那个行动和改变啊，尤其是在有人在一个非常艰难甚至是人生的至暗的时刻做出的这个决定啊，也就是说你们当下即将做出的某种行动和改变
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1年之后翻回头来再看人生的转折点和变盘点。那么星币4呢，我觉得在1年以后你们应该是能够拥有一大笔钱的，或者说你们因为自己做出的某种成功的投资而收获到了丰盛的财富我觉得星币4就是1年以后你们整体所拥有的资源或者说财富能够更上一层楼。它其实并不一定源自于你们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而是你们规避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所以说从整组盘面来看这1年它可能将会是痛苦的1年，但是这1年也是收获的1年。因为改变总是痛苦的，会经历一些一波三折的过程，但是结局会是美好的。你们自身的心性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得到极大的锻炼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独立的个体。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